中国的中产阶级去哪了？韩国论经看天看地，大家好，我是高龙。今天我们聚焦一个事关我们经济的根基和未来去向，也事关我们每个人身份定位的话题：中国的中产究竟在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经常引以为傲的是，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奇迹，其中一个最大的证据就是培育了超过5个亿的中产阶级。但现如今，中产这个曾经荣耀的名字，似乎变成了一个与人群渐行渐远、令人莫大的遗憾和不甘，一个离去的老朋友的模糊背影。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认为自己是中产了，中产返贫。消失的中产也成了经济学界越来越严肃关注和聚焦的话题。2022年以来，中产返贫3件套，也就是几百万元的房贷、不工作的全职太太、读国际学校的小孩等网络热梗走红，中产阶层的滑落开始成为人们闲谈时绕不开的话题。那么，中产返贫究竟只是我们的一个模糊粗糙的感受，还是真真实实在发生的事儿呢？官方并没有权威的关于中产人数的统计数据，格隆尝试用一系列的周边另类数据来逼近真相。我们先看一看中产返贫的话题再添一把火的5月份的最新的个人所得税数据。2024年1到5月份，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是6072个亿，同比下降了6%。单看4月这1个月，个人所得税是同比大幅下降了18.75%。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的个税起征点是5000块钱，但如果加上各项专项扣除，年收入低于10万块钱的个人实际上是不缴了个人所得税的。因此，个人所得税的下降最直接说明了人群年收入在往10万元以下的水平转移，而10万元的年收入正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底线。个税收入减少，也就意味着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确定无疑的在减少。这个个人所得税数据与国家医疗保障局的另外一个数据是可以相互印证和匹配的。今年1到4月份，中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收入同比下降了差不多24%。所得税可能还存在着瞒报、漏报的这种可能性，但医疗保险是职工里面的5险1金里面的一项，是每个人都非缴不可的。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比个人所得税更能够反映人群的收入变化。我们观察的另一个周边数据是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资产规模的变化。2022年以后，招商银行普通私人客户的资产仍然在缓慢增长，但是金葵花客户的资产是负增长的。2023年的3季度，金葵花客户户均资产规模同比下降了1.6%。金葵花客户是如假包换的中产，只有他们的资产在减少，也恰好可以说明过去这些年中产阶级的资产负债表受损是最严重的。首先，我们看看中产男人最挚爱的腕表。2024年1季度，瑞士手表对华出口总额5.3亿瑞士法郎，比2023年大幅下降了23.5%。不管是劳力士还是爱彼还是百达翡丽，各个品牌的腕表不仅成交量大跌，价格也是跟着一路跳水。如果说腕表还是中产的奢侈品，那钢琴其实是中产家庭的标配。为了自己的孩子，几乎所有的中产家庭都不会去节约一架买钢琴的钱。但是2023年钢琴卖不动了，国内头部品牌珠江钢琴2023年的库存量达到了51315台，这个比2022年增长了53.4%，这也是自2012年以来的最高值。二手钢琴市场的销售价格甚至下跌到了4000块钱、5000块钱，但是购买者依然寥寥。与此对应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另类数据是1到4月份，除了湖北省，其他所有省市的彩票销售额全部都大幅增长，尤其其中的海南啊、西藏啊、新疆啊、青海啊这些边疆地区的增幅尤其明显。在经济学里面啊，彩票是被称之为穷人的智商税。彩票销售额大幅增长，是能够确定能够佐证中产阶级在滑落，从而大幅度增加了中产以下的人群的供给。中产萎缩是符合经济低增速阶段的规律的。此前，借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快速的城市化、稳步上涨的房地产价格，还有突飞猛进的基础设施，中产阶级的工资收入和财富市值几十年来都是翻了好几倍的。随着经济支出的放缓，维持中产阶级地位的2个主要的支柱——高薪工作、房地产投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产阶级陷入财务危机也就是必然。从2022年几个容纳高薪人群的行业，房地产、教培、
互联网等等都进入了拐点，降薪裁员成为了这些行业的主基调。2023年的第4季度中国38个主要城市的员工薪酬同比下降了1.3%，连续3个季度下滑，也是从2016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长时间的下滑。中产的年终奖也是大幅的缩水。2023年中国白领年终奖平均值是6950块钱，比上年下降幅达到了17.5%，其中金融业的年终奖金降幅更是最大的达到了35%，网络和通讯业平均降幅也达到了27%。升职成为了奢望，保住饭碗成为了高级打工人最后的尊严。另一方面，房产作为中产的最后一道财务护城河也基本干涸。2024年5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以及中国香港的房价跌幅都超过了20%，基本回到了2016年水平。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在2015年到2021年房价暴涨的这一轮里面，中国总共出售了117.3亿平方米的商品房，折合大概是1.17亿套房子，占中国过去20年商品房销售总数量2.25亿套的一半。房价跌回了2016年，也就意味着有一半有房子的房子都在贬值。但就算中产萎缩符合经济规律，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漠视它。恰恰相反，一个理想的、充满韧性的社会结构分布，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而不是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结构。没有中产阶层作为缓冲，极化的贫富差距极其容易引起社会的摩擦动荡，消费需求也会大幅的萎缩，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该怎么办呢？其实并不复杂，大力度的帮助中产阶级修复他们的破损的资产负债表就好了。怎么帮呢？也不复杂。一方面，对居民部门大幅度的减税，同时机构精简；另外一方面，直接对居民部门发钱。这一招在美丽国、在中国台湾、在中国香港、在中国澳门都用过，事实证明都非常有效。14亿人，先每个人1个月发1000块钱，发到3个月乃至半年，看看效果再说。对一个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能否培育并维护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群体，对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盘。我是葛龙，关注我。做一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候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苦恼，但是我向你们保证，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